林总好。少爷，你要的衣服和伪造的身份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你大概需要见99位相亲对象。99个，那么多。您是为了躲避夫人安排的联姻，才想找人闪婚。短时间内能快速找到相亲对象的场所，只有正好举办相亲大会的这里。行了，99个就99个，怎么还跟着我呀？人这么多，还怎么相亲啊？全都给我撤了！是。走。你好，我叫陆想想，今年25岁。我叫林修业，今年28岁。月入8000，有车。月入1万，有房。不要彩礼，不要嫁妆。要求婚内互不干涉。要求签婚前协议。如果可以，我希望马上就能领证。什么婚前协议？不就是怕我分你财产，还没嫁过去呢，就那么算计？不好意思，我妈说了，要求3年抱2，一定要找个好生养的。你太瘦了，哼！哎，等等，渣男！你。谢谢。你的条件我都听到了，你的我也听到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办证的钱我出，走吗？走。太好了，有了这个结婚证，看我爸还怎么逼我娶那个小公主。哎，那个。啊？怎么啦？我们已经领证了，是不是应该一起吃个饭？哦，不用了，我下午还有个面试，回头微信聊。哎，可是我们好像回头见，还没有加微信呢。这女孩有点意思，竟然比我还着急。大小姐，你干什么啊？想抓我回去啊？属下怎么敢呢？老爷说了，今晚您得回去和沈少爷吃饭。告诉我爸，我结婚了，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啊，结婚？你怎么能随便结婚呢？大小姐，去面试，你别耽误我。老爷，大小姐说她结婚了。去帮我找个市中心的房子，不要太大。哦，对了，一般月入1万要住多少平的房子？市中心的话，大概20。才200平？那就买个200平的房子吧。是20平。才20平？那是人住的吗？20平太小了，还是得大点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公司的大厅就是门面，一定要给我保持干净。林修业。沈总，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下次绝对会保持公司的干净，不会让您看到有污渍的。啊，下次注意啊，要再让我看到，小心我开除你。林修业，那么巧啊？你在这儿工作啊？对啊。那个就是你们沈总。对，你不是说你要去面试吗？你是来沈氏集团面试啊？嗯。你们那个沈总，面试马上开始了，还没到会议室门口的，取消资格。我回头再跟你说啊。你吓死我了你！少爷，怎么样？我随机应变能力强吧？原来他说来面试就是来沈氏集团面试的，你去跟面试官交代一下，不要太为难他。是，少爷。这边走。哦。孟子熙。孟主管，你认识啊？陆想想，他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了吗？怎么还有资格参加沈氏的面试？你不记得我了？这位面试者，请不要跟面试官搭讪。你是面试官啊？哎，孟主管，原来那个陆想想和你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呀，还是同届呢。是啊，这个陆想想真是阴魂不散，当初在学校就处处压我一头，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加入沈氏。
孟主管可是我们从海城特意调到总部的精英啊，看来陆想想实力也不容小觑啊。我记得陆想想好像没有毕业呀，大3就退学了，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手段拿到毕业证的。啊？你是说他学历是假的？岂有此理！人事部是怎么办事的？陆小姐，啊，到我啦！不好意思，您没有通过面试，可以先离开了。可我还没有开始面试呢。经调查，您简历上的信息都造假，严重违反了沈氏集团的规章制度，请你马上离开。造假？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造假。难道是因为我简历上写的是未婚？小姐，我们的信息是不会有误的。敢来沈氏集团造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小姐，请吧。事情要是闹大，老头肯定又知道了。算了，找其他途径。除了我的身份，我的简历上没有任何造假。难道沈氏集团那么厉害，这么快就调查出来我陆家大小姐的身份了？哎，哎，等等，我想问一下。哎，等一下，我就是想问一下。怎么又是你啊？你在沈氏集团工作啊？那你能跟我说说你们沈总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问他干什么？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们沈总那绝对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哈佛大学双硕士学位，为人谦逊有礼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追他的人从这里拍到了法国。当然，在他接手沈氏集团不到2年的时间，沈氏的市值涨了2倍。我怎么听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总是翘课，回国也是天天857，待人还嚣张得很啊，活脱脱就是一个有钱没品的富二代。外面都是这么传我的，谣言怎么能够尽信呢？也是，所以我才想来沈氏亲自探一探这个沈大少爷的底。哦，对了，你不是来面试的吗？怎么那么快就出来了？他们把我刷了。把你刷了？高助理是怎么办事的？我不是吩咐了不要为难他吗？刚才那个木下还不错。高助理，孟主管，你刚到总部还不熟悉，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沈总的贴身助理高然，高助理。高助理，沈总说今天的面试他就不过来了。另外，面试的人中是不是有个叫陆想想的？沈总有什么吩咐啊？他的简历沈总看过，觉得不错，让他直接入职。啊？可是陆想想已经走了。走了？张经理，陆想想要是走了，明天你也不用来了。是，我现在就通知人事部联系陆想想。高助理，慢走啊！沈氏的要求是比较高，别灰心。可是我还没面试，他们就把我刷了。还没面试就刷了？能给我看看吗？这些都是你设计的？对啊。相信我，你一定会被录取的。你说会就会。相信我，像你这样的人才，不进沈氏那是沈氏的损失。你这人说话还怪好听的。相信我，我的眼光看人一向都很准的。喂，你好，是陆想想小姐吗？很抱歉，人事部搞错了信息，您的面试已经通过了，下周可以直接来公司上班。你确定是我吗？当然了，合同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行啊，小福星啊，为了庆祝我顺利入职，走，我请你吃饭去。对不起啊，你还要工作？那我没事，我正好有时间，刚下班，我们走吧。你们沈氏3点就下班了？
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终于下班了，累死了。原来你是……我不是。没关系，宝洁也是凭自己双手挣钱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走吧。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今天值得庆祝的事情，难道就只有成为同事吗？还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吗？想想，成果。这位是啊，他是……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好，我叫林修燕。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我其实……想想结婚证上的那个，今天刚拍照给我看的。对，我是想想老公。啊，我怎么把结婚这件事情给忘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就暴露了。陆想想，你赚了，本人比照片还帅。我是想想的闺蜜成果，你家里几口人？你别乱说，我和他没那么熟。我这是在帮你打探资料，资产情况不在乎，家庭背景总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吧？我是独生子，父亲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母亲还健在。听说你在江城有房子，打算什么时候让想想搬进去啊？啊，那么快？别胡闹，我们才认识1天，你叫我跟人家同居？哎呀，证都领了，怕什么？合法的。再说了，他长那么帅，还不赶紧拿下，说明主程手法对你不是高有利。不好意思啊，他胡说的。不会啊，我觉得程小姐说的很对，既然我们已经是正式夫妻了，确实是该住在一起。你看人家都答应了，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今天，我陪你去看看。行，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改天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我们就先走了。单我已经买过了，走。哎，等一下，怎么能让你买单呢？我都说了是我请嘛，回头见。哎，等，加了微信再走啊。少爷，你好像很高兴啊？是吗？这么明显？看来您对少夫人很满意。陆想想，她很有意思啊，而且我对她有很熟悉的感觉，我以前肯定见过她。可是少爷，少夫人现在去公司上班了，那您的身份不就要暴露了？你提醒我了，从今天开始通知公司所有人，明天见到我以后不准叫我沈总，要假装不认识我。是。这车不是我看上的最新款奔驰车吗？林修燕，想想，哎，司机师傅，这里下车。车费35，你扫码还是现金？现金啊！好巧啊，想想。那车是你打车叫到的？是啊。那车市场价几百万呢，有这车还出来跑滴滴？那你怎么现在就下车了？还没到呢。那车味儿太大了，我坐不住。你要去上班吗？哎，你说你有辆车，就是这车呀？哦，电动车也是车。你也要去上班吗？那你加油，我快迟到了。哎，你不……我这是电动车，不能带人的。公司见啊，拜拜。哎，拜拜。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少爷，高助理，去帮我买辆车。你要哪款车？老婆同款。陆想想，你认识我？还真是你啊！你怎么还有脸来沈氏集团？那天你被赶走，丢脸丢大了吧？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天跟我一起面试的，你也通过了。我当然能通过了，我可是首都设计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你也是首都设计学院的？你还假装自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你造假的事情都已经传遍了。我学历造假？原来那天说我资料有问题，不是在说我的家庭背景，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的学历并没有造假，而且是张经理亲自打电话告诉我面试通过，让我来沈氏上班的。你要是有疑问，你可以去找张经理。哎，你少装模作样了！一个在资料上造假的人，沈氏集团怎么可能会录用？你再不走，我就叫保安把你扔出去！放开我！干什么？住手！住手！你在干什么？张经理，你来的正好。这个女人想混进我们公司。什么混进公司？这位是和你面试通过的实习生。什么？她不是因为学历造假被赶出去了吗？而且这次不是只招一个实习生的吗？公司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实习生插嘴说话？想不想干了？不想干，给我滚！上班时间快到了，赶紧给我回到自己的部门去。你也是啊？啊。沈总。哦，是，小林，你还满意了？以后在公司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在污蔑陆香香。而且我已经调查过，他确实毕业于首都设计学院，他的能力相当不错。是，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栽培他，以后多照顾他一点。但是不要做得太过明显，他刚来公司，要是做得太过，他容易树敌。还是沈总考虑的周到，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再叫沈总了。是，小林。学姐，给你买的咖啡。谢谢，但我早上不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喝茶。那我现在给你泡。不用了，我刚好有事交给你做，这种小事呢，就交给别人来做吧。陆想想，听到没？还不赶紧去给学姐泡茶？我？怎么，整个办公室最低档、最没用的就是你？这种端茶递水的活，当然是你干了。不好意思，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打杂的。哼，你这种伪造学历、靠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人，除了打杂还能做什么呀？我再说一次，我没有伪造学历，请你不要再造我的谣了。还不承认？我都知道了，你大三的时候啊就退学了，怎么可能拿到毕业证呢？我大三是休学，不是退学，我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休学1年的。骗谁呢？你要是休学了，怎么可能能够跟孟主管同一届毕业？那是因为我用1年的时间读完了2年的课程。哼，首都设计学院课程那么紧，每年有90%的学生延迟毕业，也就像我们学姐这样优秀的设计师才能按时毕业，你提前毕业，真是笑话。竟然怀疑我老婆的能力。这是我的毕业证书，你要是不相信的话，这种照片谁不会 P 呀？谁能证明这证书是真的呀？我证明够不够啊？张经理，沈氏集团的选人标准有多严格，你们不是不清楚。如果陆想想学历和能力上造假，你们以为集团查不出来吗？总算还有一个有脑子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叫木夏是吧？明天开始不用来了。张经理，我错了，我再也不说这种话了。我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学姐帮帮我。张经理，木夏他也是不知道情况，所以有点误会。你看这……不要做得太过明显，他容易树敌。哼，以后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还不赶紧给陆香香道歉？是，对不起。有毛病。还是要向经理道谢一下比较好。张经理，张经理，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我来给张经理打扫卫生，顺便再修修椅子。张经理，椅子修好了，您坐。是，没错。小林呐，这儿没你什么事了啊，走吧。好嘞啊。晚上一起吃饭。他这人怎么神出鬼没？好了，别哭了，这不是还没开除你吗？
我就是不服气嘛！当初明明是张经理非说陆想想学历造假才把他赶出去的，怎么到我说就不行了呢？学姐，你说那些男人他怎么变脸那么快呀？我当然不能告诉你，陆想想可能和沈总有关系了，不然你还怎么替我打压陆想想？谁知道呢？可能陆想想把张经理给骗了，毕竟他在学校的时候就鬼话连篇，还冒充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大小姐？呸！哪家大小姐骑电瓶车上班？满脸的穷酸相，害得我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大的糗。我不会让他好过的。走吧，我开车来的，送你回去吧。谢谢学姐。也不知道是谁把电瓶车停在汽车的停车位上，害我只能把车停到地下车库。那不是陆想想的车吗？学姐，我还有点事，你先去取车，等会就来找你。好。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这电动车应该和我的重装摩托车操作起来差不多吧？高然怎么办事的？气都不给我打满。高然，你来一下，有个问题。林修燕，想想，这是你的车啊？怎么和我的车一样？看你这台挺好的，我也就买了一样的。你这车胎没气了？是啊，这厂家真的是……你这轮胎不像是漏气的，像是被人扎爆的。扎破了？谁敢扎我的？对不起啊，看来是我连累你了。沈氏集团的人干的？这是我新同事，今天找我麻烦挨训了，可能想要报复，结果搞错车了。他欺负你了？也不算被欺负吧。那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车胎扎爆了，你怎么回家？没事，我等我住。等我住在我附近的朋友过来接我。那个，今天的事情也有我的责任。要不你修车的钱我出了。不用，又不是你的问题。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就送我回家吧。你也顺便过去看看嘛，毕竟那也是你的家。要是收拾好了的话，我确实去看看。那你不是说你朋友来接你吗？我改天再去。我有个电话。喂，来不了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啊？没事啊，好。朋友来不了了，只能你送我。这是你家？对啊。黎秀燕，这可是市中心，这么大的面积，你一个保洁哪来那么多钱啊？这房子是我朋友买的，他离开江城了。现在我们俩在一起，房子也不能太小吧，他留着也没用，所以转卖给我了，友情价。就算是转卖，一定也不便宜吧？你贷款了？就这么大点房子还需要贷？是的，我贷款了，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还就行了。你随时可以住进来的。他怎么不说话呀？高然不是说这样肯定没问题吗？我靠，陆想想，你看你造的孽，人家都已经贷款了。想想，既然你都说了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负担，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每个月贷款就从我的工资里扣。这怎么行？你就拿着吧，你一个保洁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你再背上贷款，还要不要吃饭？
你给了我，那你怎么办？没关系，我还有一张无限额的。我还有你呢嘛。现在我们结婚了，我又找到了新工作。既然你跟了我，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我跟了你？是啊。既然房子是你的房子，人也是你的人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进来？搬进来？少爷，少夫人已经离开了。看来她还没准备好，听到我让她搬进来，立刻就跑了。少爷，这不是您的卡吧？这是我老婆的卡。少爷，您都千亿身家了，居然还吃少夫人的软饭？这软饭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得像你家少爷我这样英俊潇洒，才会有人愿意帮我。少爷，你好不要脸！你要脸？那你有老婆吗？哦，对了，想想能力出众，告诉张经理，实习期结束，马上转正。是。大小姐，你回来了。嘘，陆管家，我爸睡了吗？老爷他……有你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我能睡着吗？回来这么晚，干什么去了？我去找我老公了。我结婚了，你不能再逼我嫁给那个沈家太子爷了。结婚？你跟谁结婚啊你？这就是你闪婚那个男的？这就是你闪婚那个男的？是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拿着这个结婚证去民政局里查一查。对了，我们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马上就要搬去同居了。你要是再逼我去联姻，那我可就是重婚罪了。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啊。还要搬出去同居？没错。好，很好。爸，你没事吧？你不生气？我没事啊，我的宝贝女儿，早点睡觉。爸爸爱你哦。我爸是不是自己手太大，疯了？可能老爷是真心为您感到高兴。是啊，我也吓了一跳。想想那闪婚对象，竟然是修燕呢。可不是嘛，修燕这小子拿着结婚证跑过来的时候，我也被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你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玩的就是花呀。这样也好，这说明啊，他们本来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咱们家那个小兔崽子，我看啊，还挺喜欢想想的呢。你说他们玩的这么花，干脆啊，咱们就当不知道吧。听想想说，他们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搬出去同居啊？没有吧？我刚看见他回房间了。看来我们要帮他们一把。大小姐，老爷说了，既然你已经结婚了，就没必要再赖在家里。爸，这大半夜的，你真要把我赶出去啊？倒霉死了，怎么连老天都跟我作对啊？你怎么才来呀？我都被淋成……对不起，我来晚了。怎么是你啊？刚刚陈果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房租到期了，被房东赶了出来，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你回去吧，别管我了。喂，接到了吗？陈果，我不是叫你来接我吗？怎么会是黎修燕啊？你哪来的联系方式？找相亲网站要的呀。我把你当好姐妹，你竟然卖我！我这是在帮你助攻啊！你想想，风雨交加，孤男寡女，干柴烈火。你别胡说啊！你别听他瞎说，你把我送到他那边就好了。你傻了吧？来我这儿干嘛？我家可是在郊区。我家近，10分钟就到了。哎，你听得到啊？那正好，今天想想就交给你啊。
你可得好好照顾他。没问题。那挂了啊，我男朋友催我呢，加油，拜拜。喂，品味倒还挺不错的，只能想想，你想干什么？想想，想想，这是你的睡衣，这不是我。对不起啊，我以为你是想想，我在你心里难道是这种人呢？哪个正经人家里有那么多？这个房间以前是我朋友住的，一定是他没清走留下的。真的啊？这是给你准备的睡衣，那我先走了。这个我也先拿走了。还挺贴心的。高然，你有病吧？你在我卧室里塞了什么东西啊？少爷，虽然您和少夫人已经领了证，但是基本安全措施还是要做的。那你不至于塞那么多吧？少爷，虽然我是您的贴身助理，但是由于您万年单身，您的型号我也不知道，所以给你所有型号我都买了一份。我还要谢谢你啊！这是身为您的助理应该做的。完了完了，该不会以为我是变态吧？疼！电视上都是这样消肿的。可你这是刚煮熟的哎，这样才有效嘛。你自己拿着。你下手也太狠了吧！对不起嘛，你刚刚突然走进来，我这是应激反应。想想，是我先在里面，你才是突然出现的那个好吧？而且被看光的人可是我。什么被看光？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不要胡说八道。你眼睛都看直了，你还说你没看到？我是高度近视啊，你在我面前就是个人形马赛克。马赛克有什么好看的？你瞎说，你相亲资料上明明写着你视力是5.2的。我这资料是假的。好啦，我去给你做早饭。想想，我待会开车送你去上班吧。说到这个，你那辆车哪来的？啊？就是你昨天开来接我的那辆，那个限量版大 G 吧？那是我朋友的，就是这房子的主人。你朋友？对啊。你们关系挺好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到大嘛，关系当然好啊，好的像一个人似的。可这车一般都不外借，车主都喜欢拿来收藏的。因为太着急就随便开了一辆，早知道换一辆了。我们关系好嘛。哦，对了，想想，你对车很了解啊？啊，我也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车，所以我就跟着了解了解。哎呀，还好被我混过去了。上班来不及了，我先走了。真的不要我送你吗？你那个车太招摇了，万一刮蹭了，你又得破费。骑电动车挺好的，我去上班了，拜拜。那你慢点啊。鸡蛋消肿难道不是应该剥壳的吗？徐姐，原来是你啊！我说谁品味这么好，开这么好的车？不过这车跟上次不一样，又是新车啊？也没有了，买了好几个月了。男朋友车库里还停了好几十辆保时捷啊、劳斯莱斯什么的，让我看心情看。几十辆劳斯莱斯？孟主管，原来你男朋友那么有钱啊？也没有了，他就是平常有些爱好，喜欢收藏车而已。学姐，这真是你的包？全球限量款，全家车只有一个，竟然是被你买了。方爷说的没错，一群土包子，怎么能看出我背的东西是假货呢？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他说看到这个包合适，我就给我买了。学姐，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哎，喂，陆想想，长没长眼睛？没看你上次在这儿连招呼都不打，有没有礼貌？他什么意思？了不起是吧？不就是仗着张经理撑腰吗？算了算了，没事的。奇怪，陆想想的包怎么和梦主管的一模一样？哎，学姐，这不是你的包吗？这个材质，这锁扣，这个包是真的。陆想想竟买得起那么贵的包，你们干什么呢？陆想想，真不要脸的你，竟然敢偷孟主管的包！我没有偷他的包，他手上拿的这个是我的。切，陆想想，你如果喜欢这个包的话，可以跟我说呀，用不着偷吧？我再说一次，我没有偷，这是我的。你还不承认是吧？来，大家都来看看啊！新员工陆想想是个小偷，还不承认？这个包可是88粒的限量款，全江城只有一个。今天早上孟主管刚给我们看了，现在出现在你桌上，你这个小偷还说不是你偷的？你别一口就小偷，包现在在你们手上，你不妨打开看看，这里面装的是谁的东西？开就开，我看你还怎么狡辩！你瞪什么瞪？是你自己要我们打开看的。我允许你看我的包，但我并没有允许你把里面东西撒出来。捡起来，干什么？这东西是你的，又不代表这个包一定是你的。早上我好像确实看到陆想想背的包和孟主管的一样。原来不是偷的，是买了个高仿啊！陆想想，没想到你这么贪慕虚荣，竟然背个假包来上班。我再说一次，捡起来。陆想想，木夏他也是误会了，以为这个包是我的。要是你不背假包的话，他也不会误会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包是假包？当然知道，这个包全江城只有一个，你连几万块钱的代步车都买不起，天天骑个小电驴上班，怎么可能买得起几百万的包？不管我的包是真是假，你把我东西撒出来，你就应该向我道歉。你这就是承认你背的是假包了？背个假包还有理了？嘿，你说我的包是假的，你有证据吗？怎么没有？这种包啊，它可是有购买证明的。学姐肯定有购买证据，学姐拿出来给她看看。这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凭证不在我这儿。你没有啊？我有。你不是要看吗？拿去看吧。还真是88粒官方的证明，500万！想想你那么有钱啊，怎么会这样？那可能是我搞错了吧？我男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跟国内的可能不是一款吧？对，肯定是这样。对，那就是误会了，道歉。陆想想，既然是误会了，那就算了吧。大家都是一个办公室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好相处才是。你别得理不饶人啊！站住！你到底还要怎样？我靠，好酷啊！既然你不想道歉，我就用水好好洗洗你这张脏嘴。陆想想那个贱人，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好了好了，你也是的，太冲动了。学姐，我可都是为了你啊！陆想想那个学人精，他看到你买这个包，他非得跟你买一样的。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还能怎么样？两腿一张呗。他那个样子，看着就是个下作人，看着就烦。好了好了，等我在公司站稳脚跟，我就让你提前转正，把陆想想挤出去。你说的是真的吗？学姐，你对我太好了。大家都在啊！有一件事我要宣布一下，我们马上就要有一位新员工了。这是要提前转正吗？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学姐那么快就帮我跟张经理说了？
在这次实习生中，有一位非常优秀，沈总呢看了他的作品之后，一致决定让他提前转正。他就是陆想想。我？恭喜你啊，想想。张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是公司高层一致决定，怎么可能搞错？好了，开始工作。是，沈总，您放心，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没有问题。是。张经理，您找我。你来了，快请坐。张经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这不是庆祝你正式入职吗？这是新员工奖金。奖金？入职还有奖金？新人都有，而且你的工资也调整了，月薪10万。10万？太少了吗？要不再加一点？啊？这个沈氏集团对员工可真大方。陆想想，这个月我们公司的效益上涨了3个百分点。老婆，谁呀？哎呀，别问。嘘。喂，你下班了吗？还没有，领导正在逼我们加班呢。明明就是你逼我们加班。保洁还需要加班吗？对啊，今天保洁大会开例会，说这次的卫生好评率是提升了3%，正在骂我们呢。这不是提升了吗？这还要骂？太严格了吧？原本的计划是要提升5%的嘛。不过你说的也对，不要太过严格。那你今晚回家吗？我准备回去了。要给你准备晚饭吗？你要给我做饭，那我马上就能下班了。也行，那我们今天晚上吃点好吃的。好，我马上回家，你等我。散会。沈总什么时候有老婆了啊？我哪知道？是真的吗？不知道这事。老婆，这就是你说的做点好吃的。哎呀，别着急，卖相太普通了是不是？搞定，这样看起来像大餐了吧？尝尝。老婆，我觉得还是直接这样吃好了。哎，老婆，你这技术绝了呀，连泡面都能泡这么好吃。那可不，小时候只有我过生日，我爸才允许我吃一次，我自己就偷摸学。别的不说，这泡面技术我绝对第一。多亏了我家老头总收着垃圾食品不让我吃。原来老婆日子过得那么艰苦，连泡面都只能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以后我一定对她好一点。这是我们今天的奖金，给你。这是公司给你的，你收着。哎呀，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就当这个月生活费了。啊，好不容易塞到老婆手里的钱，怎么又回到了自己手里了？对了，我问你啊，你们公司的小沈总，他是不是不太去公司啊？没有啊，怎么这么问？我去沈氏上班也有几天了，从没有见过他。而且这底下人干活懒散、抱团，还职场霸凌，这工资体系也太乱了。一个实习生连项目都没接，一个月10万，他不太会做生意啊。你快擦擦。你刚才说职场霸凌，有人欺负你？只是在我面前说一些烦人的话，影响我心情罢了。是吗？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呀！我亲眼看见陆想想拿着钱
衣衫不整的从张经理办公室出来。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会被录取，原来是和张经理有一腿。不会吧？张经理都已经结婚了，孩子都8岁了。可不是嘛！听说他的工资是我们的好几倍，我就说，怎么可能买得起限量款的包？走啊，小小。走啊！各位，孟主管刚到公司1个月，就拿下了方程集团的合同。我男朋友在凯豪酒店给我办了庆功宴，不如大家一起去吧。凯豪酒店，那可是最低消费要30万起呢，我们真的可以去吗？当然了，跟我男朋友说声就行。陆想想，你也一起去吧。我就不去了。有些人自己没本事，还眼红别人。想想，一起去吧。你刚入职，一起参加集体活动，有助于更好的融入沈氏。听说小沈总开会的地方就在那附近，说不定还能碰到小沈总呢。小太子爷也会去，那好吧。哇，阿爷，哎，来了。介绍一下，这是我学妹木夏，还有我同事赵思琪，还有他们都是我同事，都是小溪的朋友，别客气，坐吧。这不是方程集团的大少爷吗？啊，学姐，你男朋友竟然是方总啊！小溪比较低调，我让他在家乖乖做豪门太太就好，他非要自己出来闯。方总，你和学姐的感情好好。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想想，是你？想想，方总怎么好像认识陆想想，而且还挺殷勤的。原来孟子熙的男朋友就是方爷，难怪一直针对我，还非要我来参加他的庆功宴。方总，你认识陆想想啊？我们3个之前是大学同学，只是后来想想身体不好就休学了。休学？对，想想身体不太好，休学了1年。对了，想想，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原来陆想想当年真的是因为身体不好休学，那他学历没有造假？我哪知道，都是这么传的，不是就不是呗。张经理呢？张经理说小沈总开会改了位置，把他叫去了，他来不了。这张经理不是坑人吗？算了，找个机会就赶紧跑吧。对了，学姐，我们还想听你们的爱情故事呢。谁先追的谁呀？当然是他追的我呀。对，小溪当年可是全校排名第2名的美女。第2？那第1是谁？想想，说起来，你还给阿爷写过情书呢。我给他写情书？我给他写情书？当初明明就是他对我死缠烂打的好不好？情书？难道陆想想是方总的前女友？什么前女友啊？我可是阿野的初恋。不过像阿野这样又帅又有钱的，多几个歪门邪道的女人追也很正常。陈年往事了，提他干嘛？哎呀，我这不是看见想想就想起当年那件事吗？想当年想想追你的事儿，可是闹得人尽皆知，差点闹到报警了。搞什么呢？当初不是方爷死活要追我吗？首都设计学院学生穷爱未遂，投湖自尽，那件事情可是上过新闻的。原来就是你啊！当年确实有人求爱未遂，以死相逼，但主人公可不是我，你说是吧，方总？都是过去的事情，吃吧吃吧吃吧。方总什么都不敢说，难不成当年求爱未遂投湖自尽的是方总？怎么可能？方总，看来你女朋友有点误会，是不是应该好好解释一下？都是当年新闻乱写的，提他干嘛？可
赶紧吃吧，今天不特意给你办的庆功宴吗？快吃吧。下雨了，我开车来接你。好。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想想我送你回家吧。那多不好意思呀。没事的，今天阿爷让司机开的是迈巴赫，空间很大，坐得下。想想一起吧，我送你。不用了，我老公开车来接我。你结婚了？车？你要是有车了，用得着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吗？那不如我们先回去吧。别呀，我还想见见陆想想的老公呢。想想，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也不太安全，要不我们陪你一起等吧。车来了，方总，这是你司机特意来接我们的吧？即是一生的人潮，多次巧我们能遇到，曾开始交换的心跳，轮不到最后一条小路安装。想想，我来接你回家了。想想，我来接你回家了。你是陆想想的老公？沈总，你说什么？怎么会是小沈？老婆，我们回家吧。各位，我老公来接我了，我就先走了。平行线交汇的瞬间，是你才有的奇迹。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我心跳的真谜。那些完了，我以前是怎么欺负想想的？怎么可能？她老公竟然这么有钱！说吧，怎么回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我老公开车来接我。车？你要是有车了，用得着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吗？高助理，把家里的车都开过来，我要给我的老婆撑场子。所以你就想到演这么浮夸的一出？李秋燕，你可太有才了。那当然，老婆怎么能被别人看扁呢？别人有的呀，你也要有。好，好，好，你最棒了。那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奖励我？你自己的老公，那么脸怎么了？你害羞吗？你最好是有要紧的事情找我。少爷，车还停在门口呢，怎么处理啊？直接把车开回车库不就好了吗？这种事情还要问我？想想。哦，那是谁的电话？是车的事情。哦，车，那些车是哪来的？租的。那得不少钱吧？没多少钱。以后不要在这种事情上花钱了，我们又不缺这点面子。你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绝对不能浪费了。好，知道了。说吧，多少钱？我给你报销。不用，你上次给我的钱我都还没花完呢。不行，我们说好的，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互不干涉。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转给你了。可能2万。2万？完了，是不是说高了老婆生气了？原来租车那么便宜。是吧？你也觉得很贵是不是？那个天杀的老板肯定坑了我不少钱，我去找他打折。原来这个价格很贵吗？还好没来得及开口。就是，竟然那么贵。那这次我就先转给你，下次不许这样了啊！不能还给我。
看来这以后还是得好好培养她心安理得花老公钱的习惯。陆小小，你又发什么疯？今天明明是我的庆功宴，凭什么让陆小小出去风头？你今天出的风头还不够吗？我都把我爸的车偷过来给你生场面了。你今天在庆功宴，你为什么不帮我说话，还一直看着陆小小那个女人？你是不是还对她余情未了？胡说八道什么呢？哎，对了，陆想想怎么和你一个公司？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还说不关注她？好了好了，别吃醋了，她都结婚了，我呀是绝对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哎，她老公什么来头？车还开得挺不错。我哪知道，我又没见过他，接个人而已，来那么多车，我看啊，他就是租的，就是不想输给我，故意膈应我呢。这陆想想当年也没这么爱慕虚荣。哎呀，人家现在在公司可是谁都勾搭，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装有钱人。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才不喜欢他那种小白花，我呀就喜欢你这种类型。我什么类型啊？爱慕虚荣才好上手。不好意思，没事吧？你这人怎么开车的？想想啊，是你啊？是我开的太着急了，没事吧？我没事，你以后开车也小心点。哎，等等，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不用了，我还要上班呢。那留个联系方式吧。下次吧，我赶时间。那加个微信吧，很快的。不用了，我赶时间。哎，让一下，让一下！哎呦，我靠！你没长眼睛？你他妈知道我车多贵吗？先生，是你先违规停车的，把车停到路口。林修燕，这还不把想想迷死？你知道这车多贵吗？你撞的这一款，维修就得20万。20万？可是我的车也被撞坏了。你这电瓶车能和我的比啊？你这车又不熄火也不打灯的，还故意打横着拦路。哦，你是想跟我碰瓷吧？你要不行，报警吧。报警？报什么警？这车是偷开出来的，被我爸知道了，非得扒我一层皮不可。怎么了？不敢啊？该不会被我说中了吧？老婆，他是不是也想碰死你啊？你才碰瓷！老婆？啊，你是昨天那个。原来你车技不好，眼神也不太好。你昨天不是开豪车吗？怎么今天就骑电瓶车？响应国家号召，低碳环保，是不，老婆？老公，上班要迟到了。我们要迟到了，迟到是要被扣工资的。不，既然你不愿意报警，我们也赶时间，要不这样，我给你个，不是，怎么着？500，这才500，老婆走了。好的，老公。你们，妈的，我陆想想，旁边那个是她老公吧？我帮你。怎么骑个电瓶车就来了？还是学姐猜的没错，那个陆想想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还以为傍上什么大款，原来都是装的。有些人啊，就是虚荣心太重了。想想，你先。想想，你坐。谢谢。那个，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啊？你不会真以为她是什么豪门富太太吧？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豪门富太太了？别装了，我都看见了。今天早上你们夫妻2个一起骑电瓶车上的班，怎么开的豪车就租了1个晚上？你快别说了，想想，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你居然是张经理。
我正好找小赵有事。小赵，过来下。陆想想，你说你老公知不知道在公司有个张经理这么护着你啊？你在说什么？张经理还在公司呢。你刚才想说什么呀？张经理，陆想想的老公竟然就是小沈总，陆想想就是我们的老板娘。嘘，小点声，我知道。你早就知道了。小沈总很早就在公司说过，不要在公司叫小沈总，就是不想让总裁夫人的身份暴露。可全公司不都认识沈总吗？可能是沈总和夫人的情趣吧。那老板娘来我们设计部时，肯定是微服私访，考核工作的。哎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我还帮着木夏一起欺负想想。我不会被开除吧？你说什么？谁欺负夫人了？陆想想，这个方案是你做的是吧？是我做的。万华的赵总说这个方案有些问题，想约个时间再谈一下。万华，听着有点耳熟，好像是刚被我收购的一家公司吧？万华不是刚被陆氏集团收购吗？据我对陆氏的赵总说了，他会继续留职，所以这个合同还是赵总负责。留职吗？陆想想，陆氏可不是万华这个小公司可以比的。你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如果能凭借万华的合作签约下陆氏的合同，这可是你的运气。但是，行了，今晚8点，地点我发你。这个赵阳怎么回事啊？你确定是在这里谈的？没见识，这里可是江城最高档的 KTV， 进出的都是江城非富即贵的少爷小姐。要不是跟着孟主管，你这种小人物会来这里？行啊，一会儿跟紧我，别到处乱看，免得给沈氏丢人。那个赵阳未必认识我，以防万一，还是把脸遮住吧。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没问题。哦，对了，听说你马上就要和陆家联姻，他可是我的发小啊。联什么姻呢？我已经有老婆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老婆？刚结的。你居然是我们中间第一个脱单的。你让我缓缓，你老婆是谁？叫什么名字？我见过吗？长得怎么样？停！我老婆的名字可听好了，叫陆想想。你说你老婆叫什么？回头再跟你说。我好像看见我老婆了。哎，沈修燕的老婆怎么和想想同名？他要打败飘在人海，随着心情放四海，别服输，跟着脚步，要爱你就来。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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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孟主管来了。赵总，这是我们公司的小穆，还有小陆。赵总好。孟主管，这次你手下的新人身材都不错啊。这个赵阳，背地里竟然是这个样子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赵总，上次的合作，您不是说方案都没问题了吗？怎么还要谈谈？孟主管，你知道前几天我们被江城陆家给收购了，陆氏的要求那可是有点高啊。赵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不是都谈好了吗？哎呀，孟主管别紧张，只是重新讨论而已嘛。只要你的新方案能让我满意，合作还是会继续嘛。啊，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吧，我让我们公司新上任的设计师来给你讲讲新的设计方案，您看看怎么样？学姐，你怎么能让陆想想一个人代表沈氏集团合作啊？那赵总要是同意了，岂不是功劳都是他的了？
怎么了？你也想去啊？也不是，总不能让他一个人抢风头吧？你以为我让他去跟赵总谈，是想给他立功的机会吗？学姐的意思是，这个赵阳出了名的好色。学姐，你是说，项目要是谈成了，有了这个把柄落在我的手里，他陆想想这辈子都别想抬起头来。要是不成，得罪了赵总，项目谈不下来，我看他还怎么待在沈氏。赶走他，把位置空出来，你才有机会啊！还是学姐聪明，我以后都听你的。陆想想，我看你还怎么勾引方野。赵总，这是我们刚修改的方案。哦，这方案嘛，哎，待会儿再看。来，我们边喝边聊。啊，不好意思，赵总，我感冒了，喝不了酒。我们还是先看看方案。就是感冒而已嘛。来，喝了这一杯，睡一觉，这病啊，马上就好了。来来来，喝了这一杯，睡一觉，这病啊，马上就好了。来来来来来，赵总，如果你今天不想谈合作的话，那我们改天再约。陆小姐，你这是不赏脸呢！哼，我告诉你，要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天的合同就别想让我签字。哎，你，妈的，老子今天睡定你了！孟子熙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就是伺候我的吗？今天，只要你好好让我爽一爽，我立马就在合同上签，我会让你爽的。妈的！你竟然敢打老子，你这个臭婆娘！赵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究竟是谁！我管你是陆大小姐，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我不知道是您呐，我再也不敢了呀！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不敢啦？我看你胆子大得很，敢拿着陆氏的名头招摇撞骗。说，这么多年，你到底祸害了多少女孩？没有，陆小姐，我这次是鬼迷心窍，是鬼迷心窍啊！我以前我从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还敢说谎？你小小，林修燕，小小，林修燕，救我！我没有。你没事吧？林修燕，他想非礼我，还扒我衣服，他还拿酒瓶子砸我，逼我下跪，还扒我衣服，他还拿酒瓶子砸我，逼我下跪，又打我一剑。没有，我什么都没跟陆小姐干。小姐，你还敢叫她小姐？我们走。不行，我得回去再打一顿。啊！算了，我今天是代表公司来谈合作的。什么生意要到这里谈？是吗？那怎么就你一个人？你同事呢？他们不是跟你一起来的吗？说去上厕所，然后就没有回来了。对了，你怎么在这儿？我坏了，怎么和想想解释？你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我算了，你在哪里也是你的自由。自由什么？你是我老婆，你知道是应该的。我们不是说好婚内互不干涉吗？干涉干涉，我愿意让你干涉。想想，修燕，走，不能让他说出我的身份。想想，修燕，
你们怎么？顾总好，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想想，我今天来顾总这里面试呢，顾总他已经答应录取我了啊？对吗，顾总？对，没错。那想想你这……顾总，没错，我就是之前在你们公司面试落选，然后去审视上班的那个陆小小啊。你上什么班呀？你一个大……顾总，我刚好有件事要举报。他还不知道我是陆家大小姐，别上报。举报错门进口了。顾总，有人要在你的地盘上做皮肉生意，人已经被绑了，在包厢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顾总了。皮肉生意？我还没报警，怕影响你，怕影响顾总您的生意。你怎么受伤了？可能是刚刚不小心被玻璃划伤了吧。顾总，我老婆受伤了，我先送我老婆回家。老婆？他们这是什么情况？不是打死不联姻吗？怎么这就报上了？就是你，敢动我们家少夫人！我自己来吧。别乱动，以后不要一个人去那种地方谈生意，多危险呢。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是他们自己先跑的。那你也要跑啊！如果今天我没有及时赶到，我就自己解决了。好啦，我这不是没事吗？想想，我知道你很要强，但是我们已经结婚了，你能不能试着依靠我一点？林秀燕，其实你不用对我这样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在我眼里，你就是我看到的样子。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其他的样子，我只会开心。再说了，你就知道我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万一哪天你发现我是一个富二代来体验生活呢？就你，算了。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回房间休息吧。我还得想想这合同谈崩了，该怎么跟张经理解释呢？那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你来处理？你一个沈氏集团的清洁工，你怎么处理？是去人家公司门口倒脏水，还是浇死人家发财树啊？合同谈崩了就谈崩了，我又不是一定要给沈氏集团打工。等我见到了那个……好啦，我自己会处理的，你去休息吧。高然，把万华赵阳的资料全部发给我。张有为，我让你照顾想想，你就是这么照顾的。是我的失职，我也没想到赵阳竟然是这种人。够了，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我问你，昨天一起去的人为什么要丢下香香？那个木夏，他和陆小姐一起来面试的，一直对陆小姐不满，肯定是想借此机会报复陆小姐。又是这个木夏，一个小小的实习生竟然敢欺负我的老婆。沈总，夫人好像和人吵起来了。什么？我不方便出面，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是，属下明白。陆想想，万华的合同呢？昨天不是说了让你今天早上交给我吗？万华的合同我没有签下来。什么？你把合同搞砸了？万华的合同为什么没有签约成功？你们不是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你自己办事不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昨天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自己走？那是因为孟主管喝醉了，我送孟主管回去了。孟主管把事情交代给你，那是信任你。你这下可好了，搞砸了，我看你怎么跟张经理交代。陆想想，我也不是为难你，昨天的合作我都已经谈好了，
让赵总签字就是一句话的事，你连这点事都干不好，我怎么让你留在沈氏啊？谈好了，孟主管所说的谈好了，就是把女同事送到赵总床上谈吗？胡说什么呢？陆想想，你少血口喷人了，自己办事不力，还敢污蔑孟主管。吵什么呢？你又搞什么幺蛾子？张经理，不是我，是陆想想，他把万华的合作搞砸了。昨天的事情我已经拍下来了。万华被陆氏集团收购之后，项目的负责人全部换成新的部门。那个赵阳，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决定是否签约。陆想想，你别以为这样说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我没有推卸责任，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联系万华新的负责人。你以为你是谁啊？说联系就联系。够了！张经理，陆想想说的没错，沈总已经调查过了，那个赵阳根本就没有留职，只不过是打着陆氏的旗号照样撞骗罢了。早上已经被抓了。被抓了？我还没动手啊。早上已经被抓了。什么？看新闻。这怎么可能？原来是这样，那是我误会陆想想了。那也是他方案有问题，才导致合同签约失败的。谁说合同签约失败了？我已经找了陆氏集团新的负责人，重新看了签约方案，并且成功把合同签好了。怎么可能？真是陆氏的合同？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这份合同是我亲自跟陆氏集团负责人签的，你要是不信，这上面有联系方式，你可以打电话确认啊。就算这个合同是真的，那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才把合同签下来。木夏，你的想法怎么能这么龌龊？哼，你还好意思开口？作为一个实习生还没有转正，一天天不知道好好去工作，天天就知道闹幺蛾子。我们这个沈氏集团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张经理，来人，把他给我赶走。张经理，那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要不是孟主管极力推荐，才留下你的，今天谁求情也没有用。张有为，你这是公报私仇，你就是故意偏袒陆想想，你跟他有一腿。你胡说什么你？我都看见了。陆想想为什么没面试就能通过？为什么一进公司就能转正？还不都是因为你跟他有一腿？你说你看见了，你倒说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他从你办公室里走出来，你还给了他一沓钱。那是给他的入职奖金。我办公室都装有监控，你要是不信，可以把监控调出来查呀。那如果不是，你为什么那么偏心他呀？你就是个疯子，赶快给我带走！啊，学姐，你不是也看到了吗？学姐，你帮我说句话呀！学姐。孟主管，木夏是你引荐的，后续的事给我处理一下。好。张经理的态度确实有点奇怪，为什么一进公司，这个从未现身的沈总好像一直都在暗中帮我？完了，怎么传出这种绯闻？这要是让沈总知道该怎么办呢？张经理，怎么了？是那个实习生又闹了？不是的，我是把和万华的合同给您送进来。好，那先放着吧。那个张经理，我这来公司都1个多月了，都还没见过沈总，他是出差了吗？你想多了，你天天都在见他。沈总工作繁忙，平时开会也只是叫上几个部门经理到8楼的会议室。8楼？我的员工卡到不了8楼，得想个办法混上去才行。想想啊，如果咱公司以后有人再欺负你，你一定要早点告诉我，可千万不要再瞒着了啊！啊，好，谢谢张经理。哎，那我先出去了。好。哎，沈总，好，我这就上去。
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是，那个木下已经被开除了。只是开除？真是便宜他了。想想脾气好不和他计较，他还真以为没有人在公司给想想撑腰了。还有那张有为，怎么办似的？是您让他做事不要太明显了。那也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沈总在哪儿呢？想想，是想想。哎，沈总，原来您在这儿啊！沈总，沈总。想想，你听我解释。沈总好。想想认错人了。你怎么也在这儿？哦，我刚刚打扫卫生的时候捡到了沈总的文件。沈总，您的文件。是的，我是沈总。沈总，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会议室里等您呢。好，我先去开会。沈总，等一下。想想，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不是也在这儿吗？我工作情况特殊嘛，我是保洁。原来沈氏集团保洁也可以上8楼，早知道应聘保洁了。想想，你到底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沈总啊？我也不是找他，我这不是入职都快1个月了吗？连自己老板都没见过。不过你和沈总好像很熟啊。我工作认真，被安排到打扫沈总办公室，这一来二去就熟了嘛。来了那么多天都没有见到人，抓不到把柄。林学院现在在沈总身边，岂不是可以？今天下班马上回家，我有任务给你。什么？你要我监视沈总，并且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你？怎么叫监视？我只是受人之托，要调查一下这个沈总。受谁之托？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他就是一个大渣男。你只要把他沾花惹草的照片拍给我就可以了。他怎么就是个渣男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又不是说你。他毕竟也是我的老板，而且偷拍和跟踪是违法的，好吧？你是他员工，你怕什么？我可以给你钱的。这更像违法的了。哎呀，你林修燕，你就帮帮我嘛！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与其找别人，还不如自己监督自己。好了，想让我帮你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找我办事儿是不是得说句好听的？好听的？谁知道呢？像什么劳什么公什么之类的。老公。再说一次。老公。哎呦，没听清啊！你这没完没了了！谋杀亲夫了！得寸进尺你！林总，您怎么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我来看看我儿子。修燕呢？小沈总他老婆怎么还没有出现？儿子，你在干什么呢？妈，你在看谁啊？看我儿媳妇吗？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我儿媳妇呀。里面哪个是想想啊？妈，你别吓着她。我怎么就吓着她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嘿，我能有什么目的啊？你不就是想让我娶那个什么陆家千金大小姐吗？那个叫楠楠的。哎呀，什么楠楠啊？人家那是小名，叫楠楠。我管他什么楠楠还是北北呢。你，妈，他还不知道我什么身份呢。你穿成这样，挺难看的。快走，走吧。好了，不见就不见嘛。我这不是怕您吓着他吗？那不是陆想想的老公吗？旁边那个贵妇是……好了，不见就不见嘛。我这不是怕您吓到他吗？怎么，你是才刚结婚没多久，就担心你妈我欺负她了？也不是，他只是个普通人，还不知道我身份呢。
而且您这还突然出现，告诉他要是知道自己嫁的是沈氏老板，多吓人呐！回头你要知道自己娶的就是娃娃亲，吓到的可就是你了。好啦，我知道啦，我保密还不成吗？哎，约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呗。你想干嘛？哎呀，就约吃顿饭能干嘛呀？您当初不是说你要和陆家的主母一定要结为亲家，还非得让我娶一个陆家大小姐，怎么现在这么快接受了？哎呀，你婚都结了，难道还要对不起人家想想啊？您真的接受他？其实假戏真做，让想想当我的老婆也不错啊。儿啊，你干嘛说句实话？你对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在哄我的呢，还是真喜欢他？证都领了，还能是假的不成？那约出来见个面吃个饭，有什么要紧的？今天不行，回头我和他说一声，好好准备一下再说嘛。行吧，那他不行，你总行了吧？走吧，吃完饭再说。可是我还想和……哎呀，走吧。陆想想，你们这对夫妻还真是一路货色。哎，这是你老公吧？垃圾短信罢了。我刚才确实看见你老公跟一个富婆在一起，好像还很亲密，还一起上了车，那车可不便宜啊。孟主管，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别误会，我就是担心你嘛。现在很多小白脸用着父母的钱装有钱人骗婚的。不会的，不会的，想想的老公不是那种人。我只是猜测嘛。快别猜了，猜下一个离开的就是你了，孟主管。我自己老公我清楚得很，不需要孟主管操心。好好好，算我多管闲事了。想想，小林她不会那么做的。我身体不太舒服，你帮我跟张经理请个假。喂，果果，帮我查一个车牌号。来妈，您多吃点。想想干什么？你别暴露了。啊，我来喂你。哼，不接我电话，肯定有鬼。哟，谁当初信誓旦旦说只是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结婚，还说什么婚内协议互不干涉？我只是不喜欢别人骗我而已。好，好，好，那你现在怎么办？出去对峙？当然不可能。你先看看。那阿姨我看着气质挺好的，林修燕不会真的被富婆包养了吧？她不是那种人。再说了，我也是富婆，怎么不找我包养？谁的电话？想想的。防我防得那么厉害？妈。好啦好啦，你们小两口没有准备好啊，不见就是了。妈，这事您就别操心了。你呀，记得早点带想想回家。只要您不反对，我一定把想想带回去。吃好了，咱们走吧。走。他走了。林修燕就是个小保洁，你要是真喜欢她，包养一个又怎么样？反正你也是富婆。林修燕要真是那种人，被别人包，那还不如被我包呢。
这不是我的表吗？怎么会在这儿？还好没让小想看见。啊，早啊！早啊！那个，你看到桌上的手表了吗？其实我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吃，等会儿。好。奇怪，怎么掉到这里来了？是的，小姐，大本已经停在门口了。是，好的。啊，林总，我是……你是新来的司机啊？谁让你把车停到这里的？马上给我开回别墅去，别让想想看见了。啊？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啊！想想马上出来了。哦，赶紧的！哎呀，要是让想想发现了，我马上把你开了。哦，快走啊！林修燕，你看到？啊，你看见刚才那个车了吗？啊，刚刚隔壁结婚，走错了。怎么样？已经用超能力拿下林修燕了吗？拿下什么？我每次故意找机会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跟撞了邪似的。啊，这么想我。哎，是不是上次那个跟林修燕吃饭的富婆？快！上次没来得及，这次赶紧去抓住机会，先是主权。你别瞎起哄了，人家什么关系还不知道。哎呀，快刀斩乱麻啊！这位夫人，您认识林修燕吧？有什么事吗？你最近经常和她一起吃饭，请问你们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林修燕的妻子。是吗？我可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好像你们的关系也不咋样吧？你看，他连真话都不敢跟您说。像您这么一位有气质的贵妇，要什么小伙子没有？他一个有妇之夫，睡觉还磨牙打呼说梦话。是吗？妈，说什么呢？笑这么开心。小叶。妈。想想，你们怎么在这儿？我说我是路过，你信吗？我想起来，我有急事，我先走了。我也先。哎，别走啊！好不容易见到你，坐下来吃个饭再走吧。不是说你妈不在这个城市吗？我妈也是前2天刚回来的，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你们刚刚说什么了？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在我妈面前还是要假装恩爱一点吧。想想，这位是我母亲，妈，她是想想啊，伯母好。叫什么伯母啊？该叫妈呀！妈让你叫你就叫呗。妈，哎，好孩子。你妈要是在天之灵看到……您怎么知道我妈去世了？您怎么知道我妈去世了？对啊，妈，我好像没跟你提过这件事儿啊。哎呀，你怎么没提起过啊？平时聊天的时候说起过啊？难道妈已经暗中调查过想想了？来，先吃饭吧。来，吃饭吧。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喜欢吃你就多吃点。这个啊，这是我让他们刚杀的，尝一尝。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妈，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争取让您3年抱2。好。林修燕，老婆，别生气了。 3年抱2，这不是为了哄他吗？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见父母之前是要经过双方同意的。我也没打算让你们见面啊。
对了，你今天怎么会在那儿？你跟踪我？我才没有。是有人拍了你和你妈的照片，说你为富婆。为什么？老婆，你就是这么想我的？我只是担心嘛。担心什么？担心我出轨？哎，我们不是有协议说互不干涉的吗？想想，你是不是？我不是，我没有。我突然想起来，我约了果果，你今晚不用等我了。哎，好什么呢？哎，想想，你今天真是太过分了，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种地方。哎呀，那种修罗场，要是我在场多尴尬呀！发生什么事了？哎，想想她看见她老公和一个富婆在吃饭，结果你猜怎么着？怎么着？结果她是我的亲婆婆，林学院的亲妈。想想，没关系，一辈子很短。说起来，你调查的怎么样了？调查什么？那个沈家太子爷沈世月，你不是知道的吗？啊？沈世月？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这个我爸一天天的在我耳边世月世月的叫着，我能不知道吗？好家伙，你们两个人都拿小名认人，难怪认不出来。哦，对了，正好有事情要问你。万华的赵阳是你报警抓进去的？赵阳？我那天去包间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不是你，那会是谁？还能有谁？你老公沈修燕呗。说起来，你都已经结婚了，怎么把这个事情敷衍过去了？又不是真的。国家级证书，怎么可能不是真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有共同协议的，1年后就会离婚的，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你对他下过手吗？下什么手？你对他就没有别的意思？我倒觉得，与其费尽心思去找沈世月的下落，拒绝联姻，还不如抓紧林秀燕，生米煮成熟饭。你别胡说啊！我可没胡说，我还不了解你啊？林秀燕完全就是你的菜。我们只是各取所需而已。她需要一个儿媳妇，让她妈安心；我需要一个老公，应付我爸。那你对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我有意思有什么用？他都和我强调了，婚内互不干涉。我要是假戏真做，多丢人。想想，想想，来，你的快递已送到，收好了。他怎么喝这么多？哎，你自己问问呗。连我给你送到了，你要把握好机会啊！怎么喝那么多？你够了一下。怎么了？我好难受。陆想想，你酒后行为也太恶劣了吧！可是真的好难受。好，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你别走！想想，你要干什么？我在看你的嘴。看我的嘴干什么？看起来很软，很好亲的样子。那你想不想试一试？可以吗？可以，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行啊。你怎么在这儿？想想，你昨天晚上对人家做的事，你会对我负责的吧？我们想想，你会对我负责的吧？负责？我对你负什么责？想想，你该不会都忘记了吧？你昨天晚上看着我的嘴巴说很嫩，非要尝尝，然后你还摸我的胸肌，又扒开我的衣服，非要摸我的腹肌。真的？不要。想不想摸一下胸肌？不要。我摸摸腹肌，腹肌也很好摸的啊。不要。真的，而且你还够了，不用帮我回忆了。陆想想，你出去了，都敢酒后乱性了。那个，昨天晚上是我喝多了，按照协议。哦，你说的是这个吗？撕了。我干的。合同撕毁，另一份合同。啊，是那堆吗？也是我干的。我撕的。我就说不能撕。你说什么？那堆是我撕的。想想，我喜欢你。想想，我喜欢你。想想，想想。哦，怎么了？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有什么事情吗？啊，没什么。你找我有事吗？公司下个月有个策划案竞选，你要参加吗？下个月我都不一定在了，强制性的？倒也不是，只不过这次策划案的第1名就能作为沈氏集团的首推系列，而且所有人的作品都是盲选，直到选出作品之后才会公布设计师是谁。这倒挺有意思。对啊，而且不看资历，不受限制，一般沈氏的设计师都会参加。如果被选中了，就能一战成名。那我参加试试。虽然今天孟主管也会参加，但是我觉得你赢的几率更大。你们在说什么呢？孟主管，你也要参加？反正工作任务不重，参加一下也没有坏处。工作任务不重，说明你做事不认真，眼里没有活。待会儿把我桌子上那叠文件拿去做。这个孟主管，以前有木夏在的时候替他冲锋陷阵，都还装得大方得体。现在木夏走了，变得越来越刻薄。回来了，回来了。你干什么？吓我一跳。你最近是不是一直躲着我？哪有？你想多了。还没有。没有。我只是加班，回来晚了而已。大晚上的还要加班？张经理要求的。都是打工人，谁不要加班？那你吃过了没有？不行，我去给你煮碗面。哎呀，吃过了。那就好。想想，你不用躲我的。其实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你都还没答应和我在一起呢，我怎么真的可能对你做些？不过，小福利倒是挺可以的。那你身上那些抓痕、咬痕，想想，你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吧，你咬人真的很疼。哦，原来是这样。现在可以不用担心了吧？还有，以后不要再那么晚回来了，大晚上的真的很不安全。你赶紧去休息吧，协议呢我会再去重新打一份。撕了就算了，同样的协议我不会再签第2次。丢三落四的，
楠楠，想想的小名也叫楠楠。楠楠，想想也姓陆。修燕，顾府，你怎么来了？想想是不是就是陆家大小姐？你知道啦？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们俩都瞒着对方自己的身份，又都是我朋友，我告诉谁都不好吧？你现在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现在知道想想的身份了，你的闪婚对象就是你联姻的对象，你打算怎么办？你要是敢欺负他，我怎么舍得欺负他呀？怎么这么说你对他？这都结婚了，那当然就是我老婆了。哟，这回就开始浪了。哎呀，当初不知道是谁说，我娶谁都不会娶想想。那当时我不知道联姻对象是谁吗？那是想想，我早就答应了。对了，想想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吧？怎么，你又想使什么坏？这怎么叫使坏？这叫情趣。哎呀，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想想是不想和沈家大少爷联姻才找的人闪婚，他要是知道你就是沈修燕，你确定他不会直接拉着你到民政局离婚？那么严重？可我当初不也是不想联姻，这才找到想想闪婚的吗？哼，你们俩确实半斤八两。可我现在也知道了，想想就是陆家大小姐，我觉得对我们感情没有什么影响的嘛。但是想想这个人很要强，做事情不喜欢被人家强迫着。你觉得想想现在对你的喜欢会超过他不想和沈家大少爷联姻这个念头吗？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先替我保密，我会找机会亲自告诉他的。那你还要不要我帮你约出来见面啊？不用了。兜兜转转，原来还是你啊！晚安。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叫做奇幻花园，我们希望通过服装的展示向客人。今天想吃什么呀？其次，主题的想吃红烧鱼。好嘞，回家给你做。我们视觉表现。沈总，沈总。这个活动上次办的反响很不错，今天好像有不少新人加入吧？那这样，在奖励方面再多加一个。是，沈总想加什么？再加一个神秘礼物吧，我来准备，没问题吧？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好，再会吧。沈总，神秘礼物的事情需要我提前安排吗？神秘礼物就是我。您这是要出轨啊？我要提醒你，设计师可以有女有男啊。乱说什么呢？这次活动想想也有参加，他这几天在家里的初稿我都看过了，绝对没有问题。在这次活动上，我要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大庭广众之下，就算他再怎么生气，也不会打我吧？您和少夫人假戏真做了？什么假戏真做？这叫先婚后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沈总刚开会决定了今年策划案的评选，除了和往常一样将会作为我们沈氏集团明年主推的产品之外，第一名还将获得沈总亲自准备的礼品。沈总亲自准备的礼物，那肯定得几百万吧？大家都好好努力，尤其是想想。好的，我会努力的，加油。其实我只是个打酱油的。想想，你设计怎么样了？快了，你要看看吗？不，这次活动是不能外泄的，不然就不是盲选了。我来公司这么久了，这个活动还算是办得有点意思啊。果然，总裁夫人就是下基层考验我们的。孟主管，都下班了还不走吗？
啊，我男朋友等会儿来接我，我等等他。那好，我先走了，拜拜。陆想想，你怎么那么阴魂不散？陆夏，怎么会是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学姐，自从被沈氏集团开除后，就没有一家公司录用我了。怎么会？是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沈总，他竟然封杀我。我现在连住的地方也没有，钱也没有了，追债的人天天找我，我真的没办法了。你找我，我也没有办法呀。学姐，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可是为了你才会被开除的呀。你怎么会是为了我？学姐，只有你能帮我了，你借我点钱，不然他们真的会卖了我的，真的会卖了我的。哎呀，欠多少？50万，我30万就可以了。30万？你疯了吧你？学姐，求求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孟子熙，当初可是你跟我说，陆想想在大学的时候是个狐狸精，专门勾引人家。我针对他，我可都是为了你啊。陆夏，现在你这样我也很心痛，不是学姐不愿意帮你，而是这样下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应该去找陆想想啊，是陆想想把你变成这样的，是陆想想把你变成这样的。对，都是陆想想害的，都是他害的。这上面有陆想想的地址，你还是好好问下陆想想吧。想想，林秀燕，手冰了。都说了以后不要开车了，我以后开车送你。我还在兴头上，等下个月就让你送我。好吧，上楼吧，我锅里还炖着汤呢。走，上楼去。陆想想，凭什么你有这么好的生活？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有人叫我的名字啊？没有啊。可能是我听错了。走吧。陆想想，我就不信你运气这么好，永远都有人跟着。这么晚了还在修改吗？还差一点。相信我，你这个方案绝对没问题的。我早就发现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为什么这么问？上次我面试落选的时候，你也是看了我的作品，然后说肯定会被录取的。难道你也是设计专业的？我确实在首都设计学院学过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出了点别的事情，没毕业。真的？你是我的校友？是啊。哎，那个时候怎么没有在学校里遇到你啊？要是早点遇到，说不定我们早就结婚了。走开。哎呀，你就别再修改你的设计方案了，你就可怜可怜你的老公吧。哎呀，你不要乱来啊。好，我不乱来，我让你来，亲我下。好啦，走吧，走，你快去。陆夏，你这个废物，下手那么慢。不行，我不能再让陆想想抢走我的风头。
沈总，您真的不参加这次评比吗？对，由于我提前看过部分参与者的作品，为了公平，这次评选我就不参与了。这是第1幅，各位认为怎么样？看下一幅。哎呀，差点意思。第3幅，这个怎么样？不错，好。沈总，评选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揭晓这个设计师的名字是孟子熙。孟子熙第1，是他呀！这，哎呦，奇怪，怎么了？我的文件不见了。什么文件？就是这次活动策划的文件。奇怪，我明明保存了的。那可怎么办？没事儿，反正最终稿已经发过去了。是没有了，还是根本没做啊？是没有了，还是根本没做啊？怎么可能？想想最近都在准备着，也有可能是怕输啊。想想的设计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最近还签下了陆氏集团的单子，他没必要这么做。赵思琪，你不是也从一开始就怀疑陆想想的实力吗？他从一入职就有张经理的照顾，越是这种靠关系的，就越是怕参加这种活动，不是吗？孟子熙，是不是又是你做的？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删你的文件？我可没说我的文件被人删了。你突然说自己的文件不见了，不就是说有人故意删你的文件吗？我只是奇怪，这个只是个备份稿，成品已经发到邮箱了，删了也没用。所以我说嘛，你是怕输，根本就没做呗。张经理，评选结果出来了吧？出来了，这一份就是今年的第1名。太好了，这是我的设计方案。你确定这是你的方案设计图吗？是我，这是我每天晚上一点一点赶出来的，我当然知道啊。这份设计方案怎么和我的一模一样？孟子熙抄袭了我的方案。孟子熙，这是你的方案吗？干什么？你就那么见不得别人好吗？你这份设计方案怎么和我的一模一样？你又在胡说什么呢？又想污蔑我是吧？这份设计方案是我一个晚上熬出来的。你说这个设计方案和你的很像，好啊，你把你的设计方案拿出来对比对比。你明知道我的文件都不见了，不见了，那就是没有了。你这样空口白话的一说，这个就是你的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全世界的设计方案都是我的，只是我不小心删了而已？你说我的设计和你的设计像，我能拿出这些文件的初始稿，你可以吗？难怪你那么嚣张，原来是你把我的文件删了。那不用说了，你这份设计方案就是拷贝我的。想想你够了，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我没有污蔑你，这就是我的设计。好，你说我顶替了你的设计是吧？我能拿出证据，你可以吗？有谁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我能给他证明。我给他证明够不够？我给他证明够不够？你怎么来了？我来给我老婆撑腰的。沈总，这份就是我的设计方案，我老公可以证明的。陆想想，拍马屁你都拍不对，这位是沈总身边的高助理。高助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还有他是陆氏集团的保洁，是陆想想的老公，当然帮着他说话。孟子熙，你竟敢这么跟沈总说话！这位是我们沈氏集团的总裁沈修业，沈总。不是，不可能吧？沈总，想想，我待会再跟你解释。孟主管是吧？沈总，我不知道你就是。你说这份设计方案是你做的，对吧？我。可是这份设计方案是我看着想想一点一点改出来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你的了？这就是我的，我有原始稿件。好，你说这是你的，那为什么这份方案里
会有我和想想名字的缩写。那为什么这份方案里会有我和想想名字的缩写？这2条白线中间有字母 L 和 L， 是鹿子和林子的首字母。你说谎，沈总姓沈，怎么会是 L？ 因为我的母亲姓林，我用我母亲的姓，难道不可以吗？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沈总，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沈氏集团绝不允许员工有偷盗、抄袭的行为。干什么？别碰我！沈总，沈总！想想，想想，想想，这不就是追妻火葬场？想想，别跟着我！别生气，我可以解释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没有，我是想在活动公布奖励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的。惊喜？惊喜？我之前的行为在你看来是不是很可笑？没，我居然还让你监视你自己，我真是……你别走，走开！想想，走开！我，想想，林修燕，换林修燕！我陆想想活那么大，还没有人敢这么戏弄过我。想想，想想，林修燕，哦，我现在该叫你沈修燕对吧？想想，我真的不是要故意瞒你的，不是故意的。沈修燕，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你有说吗？老婆，还让你的助理冒充你，你还说自己是个保洁。老婆，我是有原因的。你有什么原因啊？我和你一样，都是不想去政治联姻，所以才……你说什么？不想联姻？我的身份你早就知道了。不是，我是前几天才知道的。丢死脸了，陆想想，你这2个月被人当猴耍了。老婆，想想，陆想想，想想，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我也是不想去政治联姻，所以才用了假名字。你应该理解我才对啊。沈修燕，我不是因为你隐瞒身份而生气，而是因为你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看我被蒙在鼓里很好玩是吧？不是，我真的是怕突然告诉你，你会更生气，所以才……怕我生气还是怕我爸生气？沈修燕，这些天你看我傻乎乎的去你公司上班，我去调查你，很可笑吧？在你眼里，我到底是陆想想还是陆家大小姐？想想，哎，想想，既然你要搬走，那就把我也带走，我也是你的行李。啊，这么喜欢抱着行李箱是吧？我不要了。哎，想想，想想，想想在看电视呢。好端端的怎么吵架呢？要不咱们撮合一下？英雄救美，好好，就这么办。爸，吓死我了！你这孩子怎么走路一点声都没有啊？你这么晚了，跟谁打电话呢？啊，工作电话，工作电话。最近怎么回事？怎么老感觉有人跟着我？我们不会被发现了吧？不会，我以前经常这样做，少夫人从来没有发现过我。那你东西准备好了吗？陆伯伯派我好好监督你。我是受了夫人任命，做了万全的准备。
一会儿少爷和少夫人相遇了，我就用这把刀假装抢劫少夫人，这样少爷就可以英雄救美，少夫人就可以原谅少爷了。 OK。想想怎么还不回家呀？想想，别动，打劫！哎，你干什么？高助理，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把钱交出来。高然，高助理，你打劫就用这把刀？少爷，这怎么回事？沈修燕，英雄救美是吧？演戏也不知道演得像一点。还有你，出来吧。想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那棵树就那么大，你衣服都露出来了，我又不瞎。沈修燕，你要是想让我原谅你，你就好好的给我道歉，别走这些歪门邪道。想想，想想，这是我妈的意思吧？算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去跟想想解释。我叫你别跟着我，陆想想，你给我去死！喂，110吗？这里有人盗窃行凶，陆想想，你不得好死！李修言，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而已。沈总，想想。 怎么样，很疼吗？伤口好像很深，你怎么可以直接用手去挡刀呢？我怕来不及拉住他，也没有很疼。你别哭啊，我是装的，就这点小伤口，没事的，过几天就痊愈了。啊，想想，想想，你就留下来多陪陪我好吗？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有话想对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说，我又没堵住你的嘴。想想，我是真的和你结婚之后才知道你就是陆家大小姐的。我和你一样，都是不想去政治联姻，所以才会去闪婚的。哦。想想，我不告诉你真实身份，我是怕你以为我欺骗你，你会更生气的。我绝对没有要戏耍你的意思，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想想怎么不说话呀？气死我了！哎呀，这小子主动一点，想想啊，就是嘴硬心软。想想，对不起，瞒了你这么久，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别哭啊，我没关系，你不原谅我就不原谅嘛，我下次跟你道歉，你下次再原谅我，我也。老公。 你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好笑。你吓死我了！等一下，你刚刚叫我什么？老公？我叫沈修燕，今年28岁。我叫陆想想，今年25岁。有房？有车。不要嫁妆。不要彩礼。如果可以，我希望现在马上去领证。喝好了，喝好了，走走走走走。爸妈，好好好，马上就办婚礼。 我呀，早就想看想想穿婚纱了。婚礼当然要办成中式的了，当然是要西式的了。哎，中式的，西式的，中式的好，西式，中式。